大家好，我是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什么样的脸型，什么样的婚姻。原来我是木型脸。在看一对夫妻或者情侣配不配的时候，一般人会以有没有夫妻相来判断，也经常会有人说，瞧这俩人多有夫妻相啊。这里的夫妻相一般是指情侣或夫妻之间面貌相似或身形体态相似，但是长得相似就真的适合在一起吗？下面我就来说一下金木水火土5种类型的脸以及常见的几种脸型分别是什么样子以及性格特点。1. 金型脸。金型脸的重要特征是整张脸看上去面色比较白皙，脸型较为方正，而且眉清目秀。这种脸型的女人一般意志力非常坚定，做事比较坚持，也非常的认真负责。如果脸部有肉，面骨不凸的话，一般性格会稍显柔和，做事也是刚柔并济，很容易得到他人的认可。而若是颧骨和鼻梁较为突出的话，则事业心较旺，能和丈夫一起发展事业，家运也是蒸蒸日上。2. 木型脸。木型脸的重要特征是脸型较为瘦长，鼻梁也非常挺直细长，鼻梁代表着一个人的个性和自信。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智商较高，学习能力比较强，而且遇事喜欢思考，个性方面非常的独立好强，但是性格方面却稍显悲观，容易多愁善感，经常为了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郁郁寡欢。不过若是眼神比较明亮有神，下巴有肉的话，这种女人一般非常的有才气，财运很好，往往也能找个很不错的另一半，二人携手共同创造属于自己的富贵生活。3. 水型脸。水型脸的重要特征便是脸部和五官都非常的圆润有肉感，整张脸面骨不显，缺乏线条感。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善于沟通，有着很强的交际能力，而且性格非常的开朗活泼，但是内心非常的不安稳，做事缺乏专注，对感情缺乏专一，总是3分钟热度。不过如果这种脸型配上挺直的鼻梁和有耳珠的耳垂的话，则性格可以稳定下来，也能旺夫，家中的经济情况会越来越好。4. 火型脸。火型脸的重要特征便是上窄下宽，面色比较红润，整个脸型的形状也就像是燃烧的火苗一样。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性情非常刚烈，脾气也比较的暴躁，做事容易冲动，不过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加上自身旺盛的事业心，所以往往能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缺乏包容心，所以感情方面会不太顺利。若是这种脸型配上柔和的眼神，五官有肉的话，则婚姻事业就会发展得非常不错。5. 土型脸。土型脸的重要特点是头型和面部都比较圆大，而且整个脸部的面骨也非常清晰，脸上的肉也比较厚实，眼睛和耳朵都比较大。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对自己非常的自信，而且意志力较强，能够吃苦耐劳，精力也非常的充沛，但是性格方面却非常的固执，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若是两腮圆润有肉，眉毛清晰而不杂乱的话，则往往能够得到家庭的帮助和支持，嫁到一个归人家，婚姻生活美满。6. 瓜子脸。拥有瓜子脸面相的人一般比较好看，自然很多人都会对她很体贴尊敬。如果下巴能够长有肉的话，通常是有很丰厚财运的人，在婚后会旺丈夫的事业运。与瓜子脸的女人结婚，在婚后丈夫的事业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7. 国字脸。国字脸的女人可能面相上看去没有其他脸型的女性那么柔美，但是会给家庭聚财，所以是家里的福星。她们能吃苦，有责任心，做事也比较稳重，而且有管理钱财的能力，
虽然这样的女子不是典型的旺夫运，但属于会越来越富的女人面相。婚后会和丈夫一起为家庭奋斗，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8. 梨形脸。此种脸型虽然没有瓜子脸美，但是自带旺夫性质，可助力亲近的人事业财运畅通。特征是面型方正，额头偏方形且腮骨突出，同时脸有丰腴肉质，脸型方中带圆。这种女子胜在性格上心胸宽广，自然人缘好，人脉广，广结好友，又乐于助人。聪颖而细密的心思可帮丈夫解决很多困难。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的老朋友小酱汁。开讲前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我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马云、王健林等富豪的夫人长这样，教你看懂旺夫相。一个成功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女人支持，这些女人有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也有可能其声名并不亚于丈夫，但能帮助丈夫成为超级富豪，就必定有一副旺夫相。马云妻子张英。简介：浙江嵊州市甘霖镇人，在杭州师范学院读书时结识师兄马云，毕业后两人结婚。张英也是马云最早的创业伙伴，曾任阿里巴巴中国事业部总经理，在陪伴马云度过2001年至2003年及阿里巴巴最为艰难的3年后，于2004年辞职，专心做全职太太。旺夫特征：面方有肉，下巴端厚。点评：整容专家。面部比例协调，下巴圆润，非小 V 字脸型过度自然，让人感觉有亲和力。面相大师。额头扁方形且腮骨突出，同时脸上有着丰腴肉质，整个脸型为方中带圆。这种面相的女子心地相当宽阔，心思细密，会帮朋友渡过难关，极能外柔内刚。下巴端正，不能过尖，有肉为好。王健林妻子林宁。简介：河北省龙窑市林家庄人，本人在南京长大，目前担任林氏投资集团董事长。林氏投资集团成立于1994年3月，是万达集团在全国商业广场项目中的合作商和战略合作伙伴，旗下拥有天泰装饰、大歌星全国连锁量贩 KTV、通达经贸、欧蓝特会。旺夫特征：鼻直耳挺，山根丰隆，鼻翼饱满。点评：整容专家。标准的鹅蛋脸桃质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标准，而且鼻梁高挺，鼻子的标志是面部美貌的重要因素。面相大师。夫人命，拥有如此优良鼻相的女人，凭借自信和干练，事业上都会有所收获，同时李彦宏妻子马东敏。介绍：安徽合肥人，生物学科博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岁即毕业出国，当时被誉为纽约留学生圈里的公主，百度创始人之一。2014年胡润女富豪榜，马东敏以225亿财富值排名第5，成为榜单黑马。旺夫特征：两全要亮，旺夫一子。点评：整容专家。颧骨亮丽，眼睛黑白分明，都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面相大师。女子颧骨高度要贴近眼尾，并且有肉包住，而非突出颧骨那种，便属旺夫一子相。李泽钜妻子王丽乔。简介：生于香港，原名王复信，李钜泽之妻，李嘉诚的大儿媳，毕业于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系。1993年与李泽钜喜结连理至今，育有3女1子。旺夫特征：唇形端正，下嘴唇厚，嘴唇色泽偏红，齿列整齐，不尖不暴，齿色偏白。这种面相的女人能把握机遇，
很得人缘，同时性格中庸，既不情绪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可使得家庭内聚力强，感情基础坚实。潘石屹妻子张欣，简介：北京人，1995年和丈夫携手在建筑界打天下，共创了他们自己的房地产公司苏虎中国，现任苏虎中国 CEO 兼执行董事。2014年，张欣入围2014年度华人经济领袖。旺夫特征：眸子正，柳叶眉。点评：整形专家，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眉形与眼睛都有着传神的作用，让人在接触中会感觉可靠可信。面相大师：柳叶眉是指有弧线形弯度的眉毛，同时长度要从眼头到眼尾，宽度适中，就好像柳叶一样。拥有这种眉形的眼睛有帮夫运，眸子正则心正，眼睛长得好，眼神有光亮的女性进退有度，开朗乐观，能助丈夫克服低潮和挫折，并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可与丈夫共患难。李嘉诚妻子徐子淇，李兆基二儿媳。简介：被称为千亿媳妇，模特、电影演员，14岁成为模特。2006年与香港富豪李兆基二儿子李嘉诚在澳洲悉尼结婚，11年为李家诞下儿子，获丈夫以1.1亿买入一艘 Southseeker Predator 115型号游艇。旺夫特征：印堂光洁，颧骨有肉，地格圆润，脸方手肥。点评：整形专家，五官等面部特征都符合现代审美，又兼具温婉的气质，具有典型的东方美女特质。面相大师，比起那些骨瘦如柴的女明星，徐子淇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身福相。从面相上说，印堂光洁平整，在2个指宽的距离正好，距离适当，并且没有眉毛杂毛连接的印堂方为贵妇相。同时下巴圆润无棱，饱满适中，是家资丰厚的象征，而手背有肉窝更是典型的旺夫相。郭台铭妻子曾心莹。介绍：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曾到旧金山州立大学与艺术大学进修，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却打败刘嘉玲、林志玲等绯闻女友，于2008年7月26日成功与郭台铭喜结良缘。2014年11月11日为丈夫生下第3胎。旺夫特征：下巴宽大，眼神豪气，标准狮子鼻。点评：整形专家，五官偏向西方，较为硬朗，尤其结合在一起较为凌厉，很有气场。面相大师，从鼻梁到鼻头以及鼻翼都特别大且有肉，不仅很会赚钱，并且理财有方，眼神鹰一般锐利，眼型大而圆长，眼珠子黑白分明，晶亮无比，面相代表他有旺盛的企图心，精气神充沛。霍启刚妻子郭晶晶。介绍：生于河北保定，前国家运动员，奥运冠军，有跳水女皇之称。2011年1月，郭晶晶提交退役申请书，申请退役。2012年与霍启刚结婚，两人于2013年8月27日获得儿子霍中熙。旺夫特征：额圆发润，人中分明，鼻梁高直，鼻头圆润。整形专家，五官底子都比较硬挺，通过后天的修饰，比如化妆等，中和五官中的棱角，会显得更有女性的柔美。面相大师，女子具有清晰顺畅的人中，必定是生殖能力强，子女多，具优良的遗传，耳白且厚，则是衣食无忧的象征，金钱运、朋友运及帮夫运均相当不错。朱兆祥妻子胡静。简介：出生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96级表演系。2008年9月27日与朱兆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结婚。2010年两夫妻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苏丹皇宫受封拿丁和拿督。旺夫特征：眉头极致，地格饱满。
整形专家，眼角上扬，表情带笑，唇红齿白，长相甜美，在交往中容易带给人好感。面相大师，胡静当年眉头曾有一颗小痣，代表旺夫益子之象，是孟母似人物，会培育和教育后代成才。此外，这类人桃花运极佳，但胡静后来点去旺夫痣，并且削尖下巴，面相有改，近来也的确频频被曝离婚。面相大师这样说，面相通过后天的改变也有改变运势的作用，尽管后天改变的面相不如天生的强势，但也有效果，因为面相反映一个人的内心潜意识，好的面相又可以反过来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暗示，会产生一种心理连锁反应。整形专家这样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整形来帮助自己完成既漂亮又旺夫的好面相，包括郭晶晶鼻都一度成为整形范本，尤其是选择微整形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面相学的拥护者，以中年群体居多。女性注重对配偶、对子女的调和兴旺，包括注射玻尿酸来达到夫妻宫。眼角旁紧邻太阳穴的部分，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问富在鼻，你能不能发财，能发多大的财，都能从你鼻子看出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一生是不愁吃穿、大富大贵的，可是有些人出生并不是那么的有富贵命。其实如何看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好运，可以从一个人的鼻子看起。那么接下来就跟小酱汁从鼻子看相当中一起来看看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吧。一、破财鼻子的特征。一、三弯鼻。所谓的三弯鼻，就是指他们的山根微微的底线，而且鼻梁凹凸不平，整个运势不佳，则一般的情况下，拥有此种鼻相的人，他们往往都会在事业上很难取得成功，一生多有劳碌奔波，中年的运势发展不顺利，而且脾气性格粗暴，容易与人发生各种的争执，日子自然也都是贫穷之相，难以稳定，估计连自己的温饱都难以解决，生活上的压力自然也都会比较大，事事不如意。二、剑鼻。所谓的剑鼻，就是指一个人的鼻梁处明显的露骨无肉，整个呈现刀背状，看起来比较尖，则往往他们的鼻翼不丰；看起来比较尖，则往往他们多半都是一些尖酸刻薄之人，喜欢各种的算计，为人比较固执，喜欢奔波劳碌。所以这样的人往往事业、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所以会导致财富不丰，一生就是奔波劳碌的命，越是往后日子也就会越差。三、鹰钩鼻。所谓的鹰钩鼻，就是指一个人的鼻梁微微的弯曲，而且鼻头下垂带尖，从而呈现鹰嘴状，则往往这样的人多半都是一些自私自利之人，喜欢把金钱放在首位，就算是与人交往，也会把钱都看得非常的重，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日子中有一败，甚至喜欢利用自己的亲人，小钱自己最后钱财没有拿到，还会落得六亲不认，甚至最终闹得众叛亲离的局面。四、酒糟鼻。所谓的酒糟鼻，就是指鼻头总是发红，呈现赤红色，整日都气气的。而拥有这样面相的人，性格方面过于的搔首弄姿，对待男女的事情上面非常的热衷，而且这样的人多半都难以孕育自己的子女，也非常的容易刑克自己的伴侣。这样的人不是不赚钱，只是没有存钱攒钱的本事，把钱都会花在无用的地方上，从而导致钱财守不住，常常是无缘无故的破财。五、鲫鱼鼻。在面相中，所谓的鲫鱼鼻，就是指山根尖细，鼻梁干瘦，中间会有略微的隆起，鼻头尖尖向下。一般有此鼻相的人，没有上进心，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是抱着一副得过且过的心态，只要自己吃饱，不会在乎家人的温饱，婚姻生活不美，
常有矛盾发生，就连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没啥的成就，让人瞧不起。6. 狗鼻。在面相中，所谓的狗鼻就是指年上、瘦上高耸，准头、兰台、庭位低陷，鼻尖中间有一凹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塌鼻梁。一般有此面相特征的人，赚钱没有气势，经济上不会怎么富裕，凡事都会算计得比较精明，一点的亏也不肯吃。但是为人小心谨慎，亦肯有大的举动，一辈子浑浑噩噩，成不了大气候。7. 结筒鼻。所谓的结筒鼻，就是指鼻子像是一斜劈的竹筒扣在脸上，准头端正，不偏不斜，山根略低，年上瘦上丰满，鼻梁端正圆直。而有此面相的鼻子，做事有魄力，有野心，雷厉风行，有大度量。一般有此面相的人，生活上具有非常强的忍耐力，能够保证赚大钱，生大财，财运滚滚。但是这样的人看财过重，容易做出偏激的事情，连累家人。2. 富贵鼻子的特征。1. 悬胆鼻。所谓的悬胆鼻，指的是山根部位长得较为纤细，而鼻头长得却非常丰满圆润，鼻翼长得也比较饱满，如猪胆倒悬一般。长有这种鼻相的人，大多个性非常的要强，虽然出身不是非常富裕，但是个人能力比较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往往能够白手起家，属于先贫后富的类型，而且聚财能力非常强，一旦发家，富得比较长久，很难再穷下来。2. 蒜头鼻。所谓的蒜头鼻，指的是鼻形长得较短，山根部位长得稍低，不过鼻头很大，鼻翼也比较饱满，整个鼻子长得就像蒜头一样。这种鼻子虽然不好看，但是却能给人带来富贵。长有这种鼻相的人，一般财库非常的丰隆，财路也会越走越宽，身边容易出现发财的机遇，财运极旺。而且这种人做事也比较坚持，只要认准一个目标，事业上定能有所成就，聚财能力特别强，一生非富即贵。3. 伏羲鼻。所谓的伏羲鼻，指的是鼻形长的如犀牛角一样，整个鼻子长得较高，但没什么肉，整个鼻子长得很有立体感。长有这种鼻相的人，一般很有想法和追求，注重精神层次的享受提高，而精神生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物质水平，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层次需求，在事业和金钱方面的野心比较大，做事非常的努力，很有目标感，而且做事坚持，财运非常的好，创造财富的能力特别强。4. 狮子鼻。所谓的狮子鼻，就是指鼻翼生得比较宽，鼻头长得比较大，看起来非常的有气势。而一般有这样面相的人，做事非常有主见，领导能力强，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做事非常有魄力，天生就是领导型。天生的福气也会比较大，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生活上过得比较富足。5. 狐羊鼻。所谓的狐羊鼻，指的是鼻梁高，鼻头圆大，但是鼻翼却比较窄。这种鼻相的人大多观察力非常的强，头脑反应灵敏，对于商机天生就有着一种非常强的嗅觉，特别的适合做生意，很有商业方面的头脑和才华。不过这种人大多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不是很富足，所以年轻时候家里能够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也不多，凡事都要靠自己去争取，比较的辛苦。不过中年以后，随着阅历和人脉的增加，事业发展会越来越好，积累财富的速度也会增快，晚年时过上富贵而安逸的日子，让人羡慕不已。6. 龙鼻。鼻子山根高耸透天，鼻子圆隆，不露鼻孔，势如悬胆，不斜不偏，剑台廷位分明有收，左右法令纹清晰分明，
人中中正而分明者为龙鼻。长有龙鼻的人，聪明智慧有文凭，多才多能，财富万贯。如若其他乡里部位俱佳，则官运亨通，职权事业一帆风顺，一生贵人多助，妻子贤惠美丽，子孙满堂，一生享尽荣华富贵。3. 鼻子有痣的命运象征。1. 山根有痣，山根是鼻子的根部，正好处于双眼之间，这样位于面部中线的部位，一般来讲都不宜有痣。山根有痣的人只适合走正财运，一些高风险投资和博彩最好不要接触，以免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在感情方面，这类人六亲缘浅，不太能够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婚姻上也易遭挫折。2. 鼻梁有痣，鼻梁在面相中被称作年寿，代表着人寿命的长短，因此鼻梁应笔直端正，不宜起结歪斜，更不适合长痣。所以鼻梁上的痣往往代表着困难和阻碍。鼻梁长痣的人一生运势起伏波动大，做事亦不尽如人意。这类人要在事业上花费比别人更多的精力，才能有所成就。3. 鼻头有痣，鼻头也叫做准头，准头有痣的人一般在求财之路上多有贵人相助，自身付出之事总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财运旺盛，赚钱很容易，并且这类人心性纯良，为人热情直爽，但是须得注意，做人做事不可太过直接。在蓄财方面，要学会理财，不要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便可留住财富，甚至富甲一方。4. 鼻翼有痣，鼻翼是财帛宫中最能代表财富储存的府库，鼻翼丰满有肉，则代表这个人理财和蓄财能力都很强。若是鼻翼有痣，犹如在鼻翼上开了一个洞，那么必然导致财库受损，人的财运也会随之流出。鼻翼长痣的人也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素质，平日里要多注重3餐饮食与肠胃健康，以免被病痛找上门。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